1937年10月26日，随着日军突破了中国军队在上海市区的防线，经历了2个半月激战的中国军队被迫全线撤退。国民革命军第9集团军在退却前，留下了第88师524团的423名官兵，由团副谢晋元中校指挥，坚守在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誓言阻击敌军的进攻。为了迷惑敌人，这支孤军自称为800壮士。在接下来的4昼夜中，他们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成功抵挡了敌军10次攻击，造成日军200余人伤亡，并击毁了2辆战车，而自身仅有37人伤亡，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最终，在11月1日，他们安全退入上海公共租界。800壮士的壮举不仅彰显了他们的英勇，也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谢晋元因此被国共两党共同表彰为抗日英雄。那么，在接下来的8年抗战岁月中，800壮士又是如何度过的呢？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深入探讨800壮士退入公共租界后鲜为人知的经历与故事。租界岁月，公共租界的英军在苏州河对岸始终关注着800壮士的战斗，深感敬佩他们无畏的精神。因此，当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部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后，租界的英军决定提供火力掩护，帮助800壮士安全撤入租界。然而，日军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扬言要入侵租界。在巨大的压力下，租界当局被迫收缴了800壮士的所有武器，并将他们拘押在孤军营房内，但仍拒绝了日军要求引渡800壮士的要求。此时，围观苏州河对岸战火的租界居民也对此局势感到紧张。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面撤离淞沪地区，日军将公共租界团团围住，800壮士彻底成为孤悬敌后的孤军。起初，租界当局并没有限制普通人出入营地，因而每天都有大量上海市民进出孤军营地，参与抗日教育，展现了民众的团结与支持。由于租界当局未能提供生活经费，谢晋元为了让士兵们能够自给自足，开始组织手下在营地内生产肥皂、毛巾和进行木工活，勉强维持着350多人的生计。尽管失去了武器和自由，谢晋元依然坚持以部队的标准严格管理手下。孤军每天都进行早操、执勤和站岗，并进行常规军事训练。为了激励士兵的爱国热情，孤军每天都会进行精神升旗仪式，表达对中华民族的忠诚。1938年8月13日，为了纪念淞沪抗战爆发1周年，谢晋元决定在孤军营地内悬挂国旗。经过几番交涉，租界当局勉强同意，但要求将旗杆削短，以降低被发现的风险。升旗仪式开始后，随着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租界当局意识到事态严重，害怕被日军察觉，便派遣白俄雇佣兵闯入营地，试图摘下国旗。在冲突中，4名孤军士兵不幸被打死，谢晋元也一度被抓，最终在国共联合抗议的压力下才得以释放。谢晋元之死，由于孤军长期被羁押在营地，无法自由外出，这种状况逐渐引发了一些士兵的不满。1941年4月24日清晨5时左右，孤军官兵们照常在操场集合，准备接受点名。士兵郝鼎成、张文清、荣耀亮和张国顺因故迟到了5分钟，这让一向严格治军的谢晋元十分恼怒，因此对他们进行了训斥。然而，当官兵们开始晨练和跑步时，郝鼎成等4人却突然拿起工兵镐，趁谢晋元不备，猛然向其后脑发起攻击。谢晋元立刻受到重伤，倒在血泊之中。经过1小时的抢救，仍然不治身亡。副官上官志彪为了救助谢晋元，奋不顾身地上前与4人搏斗，也不幸被砍成重伤。4名凶手被其他官兵当场抓获，并移交给租界当局进行审问。经过审讯，查明由于谢晋元曾多次拒绝汪伪政权的劝降，还曾对前来劝说的汪精卫副手陈公博毫不留情地进行痛斥，日伪势力最终对他下了杀手。因此，这4名士兵的刺杀行为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早已受到日伪收买的预谋谋杀。谢晋元遇刺后，孤军的官兵们为他举行了庄重的观念仪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前来吊唁的上海市民超过10万人，连蒋介石等国民政府的高层领导也纷纷为他题词致哀。随着日军占领公共租界，1943年，汪伪政府在舆论压力下，最终将主犯郝鼎成和张国顺处以绞刑，而其余的同伙张文清和荣耀亮也被判处无期徒刑，暴动逃脱。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军最终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孤军的官兵们拒绝加入汪伪政权的伪军，结果在28日时，日军闯入孤军营地，将他们押往上海郊区挖掘壕沟，之后又将他们关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在此期间，由于孤军官兵们不断进行集体抗议，反对日军暴力的管理方式，日军最终决定将他们分散关押。为了应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军在分散关押的同时，也让这些孤军官兵承担一些体力劳动，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逃生的机会。1942年7月，70多名孤军官兵被派往南京东郊的孝陵卫日军士官学校做工。11月6日的夜晚，9名官兵偶然发现日军的铁丝网没有通电，便趁机逃出了这个魔窟，并辗转返回重庆。3个月后，又有28名官兵成功逃脱，并加入了新四军在茅山的游击队，继续抗击日军。到了1942年底，孤军代理团长雷雄和90多名官兵被日军押往安徽玉溪镇进行煤矿装卸工作。雷雄得知附近有新四军的游击队活动，暗中将官兵们组织起来，计划于1943年除夕下午收工回营的路上举行暴动。当暴动的官兵们逃入新四军游击区时，最终只剩下29人，他们辗转回到国军控制区。但可惜的是，团长雷雄在途中因病去世。由于孤军官兵多次成功逃脱，到1944年，日军将剩余的孤军再次集中到上海时，仅剩下120多人。然而，在1945年3月，又有33名孤军官兵在卫士班长景堪的带领下，得到了新四军苏南游击队的接应，成功逃出战俘营，并最终辗转返回重庆。辗转南太平洋，命运最为坎坷的便是被押往南太平洋执行苦役的薛荣新、田纪游等50名孤军官兵。1942年8月，日军从南京老虎桥监狱抽调超过1000名国军战俘，前往南太平洋的新不列颠岛日军拉包尔基地。薛荣新和田纪游等50名孤军官兵也在这一批次中。官兵们被迫坐在货船的最底层，经历了20多天缺水和高温的煎熬，才终于抵达目的地。日军将他们分成6人一组，安排从事砍树、烧石灰、搬运物资等繁重的工作，而每日仅供给1斤半米的粮食。饥饿的折磨让官兵们不得不冒险上山打猎以求生存，或者向当地居民乞求食物。看管他们的日本士兵极为凶狠，稍有不满便会对中国战俘拳打脚踢，甚至在有反抗时直接用刺刀致命。负责孤军带队的薛荣新排长就是这样不幸被日军刺杀。此外，当地酷热的天气和肆虐的蚊虫令官兵们痛苦不堪，更有部分官兵因水土不服而失去生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这50名孤军官兵中仅剩下36人。1947年1月9日，在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安排下，这批孤军官兵与其他中国战俘一起，乘坐澳大利亚提供的船只经香港返回上海。国民政府为此组织了军乐队和数百人前往码头迎接他们的归来，彰显对这些抗战英雄的崇敬与感激。战后生活，战后回到重庆的孤军官兵们大多数选择直接退役返乡，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对他们的身份产生了疑虑，担心间谍混入其中。唯有副官上官志彪、一连的代连长郑俊以及谢晋元的警卫员兼勤务兵万连清等少数人仍然留在军队中。郑俊随后参加了第79军在广西的对日作战，而万连清则参与了第71军在滇西和广西的对日战斗。抗战胜利后，从日军战俘营解救出来的孤军战俘仅剩80余人。同时，一些在战争期间流落到全国各地的孤军官兵也纷纷回到了上海。此时的上海滩物价飞涨，生活在上海的100多名孤军官兵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生存困境。国民党第3方面军司令部的汤恩伯召集这些孤军官兵在上海光明大戏院召开会议，试图动员他们归队服役。然而，官兵们异口同声地表达出对继续作战的反感，纷纷表示仗已经打够了，我们不想再打了。这让汤恩伯感到十分不悦。孤军官兵们只能依靠微薄的救济金维持生计。得知这一情况后，谢晋元的遗孀林女士四处奔走，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这些流浪的孤军官兵。终于在1947年3月，上海市政府同意将大达码头交由孤军管理，使他们能够靠此勉强维持生计。随着全国的解放，
只有上官志彪等3人前往台湾，其他孤军官兵大多留在大陆，并选择返乡务农为生。郑俊连长尽管后来参加了1949年由卢汉领导的昆明起义，但仍遭受了历史问题的指责，于1962年过早去世。其余的孤军官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经历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在改革开放后，他们逐渐得到了平反。2010年12月16日，最后一名孤军老兵杨养正因病在重庆去世，享年96岁。虽然如今的孤军官兵们已经相继作古，但他们所代表的800壮士精神将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激励后人不懈奋斗。